我14歲攞安家費，咁咪點啫？你巴閉！我烏蠅寧願做一日英雄，都唔想做一世烏蠅啊！这部电影你可能没看过，但歌神这个表情包相信大部分人都有见过。吔屎啊你！而这个表情包背后却是一段令人唏嘘的江湖往事。他叫苍鹰，一没文化，二没手艺，小钱看不上，大钱赚不了，又不甘心平凡。为了能够出人头地，加入黑帮，到处逞强斗狠。每次闯祸都是华哥帮他摆平。华哥是黑帮的一个小头目，苍鹰是他的手下，但两人却情同手足。这天，华哥接到姨妈电话，大屿山的表妹阿娥要来旺角看病，想暂住在他家。华哥墙角刚答应，后脚门铃就响了。喂，我，你咪表哥啊？阿娥是来检查身体的，住不了幾天，華哥也沒時間招呼他，因為他真的很忙。蒼蠅在收賬時遇到了些難題，華哥立即趕了過去。講咗幾個鐘頭仲係開場白。蒼蠅對華哥的魄力很欽佩，他很慶幸自己能跟這樣的老大。之後華哥獨自到夜店找他女友，但女友跟他提出分手，还背着他打掉了2人的孩子，这令華哥十分難受。小混混的愛情雖然很痞，但更加的真摯。當晚情場失意的阿華借酒消愁，表妹問他是不是失戀了，這句話戳中了他的痛點。我講你聽，以後你唔好再講呢2個字，咁咪我掟你出去。隔天酒醒後，阿華對昨晚的行為感到愧疚，但表妹說沒關係，還做好了飯菜來給他吃。為了表示歉意，阿華說晚上帶表妹去逛街，畢竟生活在大嶼山的阿娥難得見到九龍城旺角的繁華。阿娥還為此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可是剛要出門，蒼蠅卻滿身是血的闖了進來。就在他們吃晚飯時，蒼蠅卻幫受欺負的小弟出頭，結果被對方群毆，小弟被打得滿頭是血，而蒼蠅也不好過，被生番用玻璃劃了一道長長的口子。阿華趕緊給他止血包紮。完事後，他獨自出門去幫蒼蠅討回公道。雖然對方人多勢眾，但華哥混跡江湖多年，身手那也是很了得。哪怕被對方馬仔拖倒在地上，他也沒有膽怯，憑借着那股狠勁，接連放倒幾人，然後一刀砍在生番胸前，硬生生讓他領了盒飯。阿娥則在家裡擔心不已，看到華哥安然無恙的回來，他才算是舒了一口氣。雖然阿娥沒有將關心的話語說出口，但他的行為讓華哥明白一切。狹窄的走廊上，兩人的眼裡滿是柔情。第二天醒來，阿娥已經離開，他的檢查報告顯示沒有什麼大礙。臨走時，他給華哥留下了一封信，傾訴着自己的心意，還給阿華買了很多杯子。我知唔使幾耐就會打爛晒，所以我收埋咗一隻，到有一日你需要嗰隻杯嘅時候，俾個電話我。這是阿娥留給他聯繫自己的理由。阿娥走後，蒼蠅的弟弟結婚，因為在天台擺酒惹得女方父母很不高興。冇錢咧，唔好學人哋擺酒，喺天棚擺酒簡直離晒大譜嘅。蒼蠅和親家理論起來，如果不是華哥的勸阻，估計當場就要比劃一下，親家變冤家都是錢財惹的禍。幾天後，同幫派的托尼小弟找到華哥，說蒼蠅借了一筆錢，一直不還，打他 BB 機也不回。原來辦酒席的錢都是他借的高利貸。阿華帶着蒼蠅去見托尼，同樣是老大，托尼的手下個個西裝領帶大哥大，而阿華則是連18000塊錢都拿不出來。他幫蒼蠅還了個本金，說利息分期還，但托尼不肯。阿華沒辦法，敲詐了托尼廠的老闆一筆錢，這讓托尼很沒面子。你好嘢，喺我個場玩嘢。兩人的梁子也算結下了，最後在阿公的調和下才平息了兩家的恩怨。阿公又說，幫派的會計要給警方做污點證人，讓他們找個能幹的手下，在上法庭之前把他幹掉。接下此任務就給他一大筆安家費。一直想出頭的蒼蠅就想趁此機會翻身，但華哥知道安家費的任務都是九死一生，他百般阻止，還讓蒼蠅改行去做正經生意。華哥出錢給他弄了個魚丸攤，但蒼蠅不領情，對華哥的安排滿腹怨言。在他心中，生意是小，面子是大。這天，華哥在街邊避雨時遇到了昔日的女友，得知她已經嫁為人婦，還懷有身孕，阿華感到空前的失落。他想起在大嶼山的阿娥，便決定去找她，但阿娥已經交了男朋友，是她的醫生劉偉強。
这个名字是不是听着很耳熟？没错，就是后来拍《无间道》和《古惑仔》的导演刘伟强。不过1988年的刘伟强还只是摄影师，在本片呢也只是客串的小角色。但阿华的到来令阿娥坠入了情网，他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小刘，选择跟阿华在一起。爱情突然来了，一切都不受控制，就像飞蛾遇见了灯火。两人也在这期间发生了不可描述的故事，这也让阿华萌生金盆洗手的想法。可人在江湖啊，身不由己。另一边的苍蝇又给他捅了个大篓子。托尼路过苍蝇的鱼丸摊，一时兴起调侃了几句，还害苍蝇的摊子被城管没收。苍蝇为了报复，当晚就砸了托尼的车，结果被赶来的小弟撞上，把他狠狠地暴打了一顿，并联系到华哥。华哥得知苍蝇被打，告别了热恋中的阿娥，毅然决然为兄弟两肋插刀。可这次托尼可不给他面子了，还要华哥说好话求他。喂，呢句說話你啱唔啱聽？估唔估你細佬啊？被人抵住命根子的托尼立馬叫人把蒼蠅帶了上來。此時的蒼蠅已經奄奄一息，華哥挾持着托尼再次成功脫身，但他知道這事還沒完。他讓蒼蠅回吊井嶺避避風頭，或者跟自己一起去大嶼山。但蒼蠅發過誓，不闖出名堂就不會回老家見母親。蒼蠅的頑固堅持讓華哥第一次有了不管他的打算，但他還是做不到。兩人一起出門，巷子前後瞬間圍上了多名打手。托尼的人一直埋伏在門外，給他們來了個關門打狗。蒼蠅的嘴裡被塞入了易拉罐，華哥腰間也被托尼塞進手槍。子彈射穿大腿，一棍打暈頭，兩棍打折腿。這次瀕臨死亡的危機把蒼蠅嚇到失禁，他不僅害了自己，也害了一直照顧他的大哥。當打手們散去之後，蒼蠅再也沒有勇氣面對躺在地上的大哥。你當冇我呢個細路，從今以後我都唔會連累你，等我自生自滅。而阿華也再次回到阿娥的身邊。阿娥看見華哥滿身是血，連夜把他送到了前男友的診所。從那以後，華哥準備退出江湖，和阿娥開始新的生活。可華哥心裡始終放不下另一個人，那就是蒼蠅。蒼蠅還是為了爭一口氣，接下了阿公刺殺的任務。拿到安家費之後，他找到了已經改行的小弟阿西，給了他一筆錢，彌補之前他在婚禮上無理行為的虧欠，還讓他找間好一點的酒店，補請親朋好友。大佬唔喺度嗰陣，有咩事就揾華哥。又給母親買了一台冷氣機，可母親因為繼父的原因不肯見他，蒼蠅傷心地將冷氣機丟進了大海。之後他又找到托尼，故意挑釁他，把一杯熱牛奶潑在他身上，托尼卻不敢還手，一旦他打了蒼蠅，他就得接下任務。蒼蠅繼續挑釁他，又打了托尼一耳光。這次托尼是真怒了，蒼蠅卻先他一步把槍抵在了他的下顎。托尼慫了，他抱着頭跪在地上，求着蒼蠅哥不要開槍。蒼蠅借此狠狠地羞辱他。現在網上流傳的那些經典表情包正是出自這裡。吔屎啊你！羞辱完之後，蒼蠅瀟灑地離開。而阿華接到阿西的電話，知道蒼蠅要背着他去做傻事。阿華感到很無奈，但卻始終放不下江湖義氣。為了救蒼蠅，他又踏足了那片江湖。臨別時，他騙阿娥說要去買藥，但阿娥預感到這一去也許是兩人的永別，卻沒有辦法阻止他。阿華找到蒼蠅，勸說他放棄刺殺的任務，可蒼蠅說自己一輩子被人瞧不起，他不服，他發誓要威風一次，哪怕拿生命去換。我烏蠅寧願做一日英雄，都唔想做一世烏蠅啊！與其說是古惑仔淪落街頭的無奈，更像是一個倔強的男人想對世界吶喊卻無人聆聽的心酸。華哥14歲就拿了安家費，深知任務的危險性，他絕不允許蒼蠅去送死。蒼蠅表面上答應回頭，卻一個人跑了。即使注定是一個悲劇，他也要一意孤行。蒼蠅獨自來到警局，等警察扣解目標出來時，蒼蠅迅速拔槍，慌亂中不斷射擊，一槍接着一槍，周圍的人紛紛倒下，直到他的子彈都打光了，污點證人也沒有解決掉，以命相搏的蒼蠅還是輸了。華哥隨後趕到，見到倒地的蒼蠅，他二話不說走上前替他補了幾槍，幫兄弟完成了最後的心願，而他自己也被站在身後的警察擊斃。
一直到死，苍蝇也没有出人头地。这样的人其实很多，没文化，没纪律，被不正确的价值观引导，小事不愿做，大事做不了，不肯按部就班，妄想着一步登天。苍蝇为什么执意去送死？因为他不想卑微的活着。华哥为什么执意要陪着一起死？因为他只有这么一个兄弟。他们渴望被看见，渴望被尊重。曾经这样影片在录像厅影响了多少女孩，却爱上华哥这样一个小混混呢？又影响了多少男孩，为兄弟情谊两肋插刀，不惜生命？人生别走错了路啊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感情别牵错了手，用情暖情才是真心。好了，本期影片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